王。这就是我的义渠王宫，怎么样？还合你的意吧？哎，丫头，既然你不是王后，那不如留在我们义渠，嫁给我们大王。大王可是义渠之王啊！对呀，不比那大秦之王强吧？是吧？是。你个疯丫头！这丫头的脾气像我们义渠的女人。你们听好了，我是楚国公主，是秦王后的亲妹妹。你们言语间再有轻薄之意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真是好笑啊！你现在明明在我手里，却要对我说不客气。哼！大王，再敢无礼，我就杀了我自己。哎，别，我不动啊！滚出去！你这是何苦了？我不就是把你抓回来了吗？我又没对你怎么样，你干嘛要杀我？又要死给我看？你们把我的子谢打下了悬崖，我即使杀了你们，也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。我有机会便要杀了你们，我若是杀不了你们，我就随他一起去。你以为本王缺女人非你不可呀？本王让你看看。来。公主，这2日住在我这儿，没什么不习惯的吧？把鸟关在笼子里，还需要跟他商量笼子大小吗？谁说要关你了？哎，你们听好了啊！公主若是呆烦了，就陪她出去走走。是，我不过是你的囚徒，在这里走和在外面走有何区别？你看，我的手下把你当成贵客，以礼相待。这你就算真是个嫡公主，嫁到秦国做王后，也不过如此。可笑！义渠自己还向秦国称臣，想称王，谁会承认？谁能臣服？知道的还不少啊。没错，1年之前我父王去世，部族内乱，秦国趁机来袭，我们不得已才称臣。可那只是权宜之计，等我们一群人缓过这口气来，我们就有足够的马匹和牧人。你看到了啊？我的兵卒比秦人的更强悍，我的骑兵比秦人的兵车更灵活。总有一日，我会让秦人向我称臣。但是你们没有关隘城池，没有耕地粮食。我们一群人是草原之子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何必有什么关隘城池呢？唉。说你愚笨都是抬举。管子设计关隘城池，就是专门用来对付你们这些夷狄的办法。对付我们？笑话！别以为仗着兵强马壮就可以耀武扬威。你们若没有关隘城池，就不能储备粮食交易物品。一遇灾年，草场荒芜，牛马无草可食，就会饿死。再强的部族也会一夕没落。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知道什么？哦，一定是这样。因为你们的草场受灾，所以尽管你们已经对秦投降称臣，却还是要不顾风险来劫持王后车队，以此来要挟秦国，来换取你们部族活命的粮食。没错，
我们义渠人本来是草原之王，潇洒放纵于天地之间，无奈天灾，不得已受人之托，拿一些回报。但是我们只听我们自己的，谁都做不了义渠人的主。哼！老吴，开马！老吴，你知道管子是谁吗？嘿，今天啊，这世上还有你老吴不知道的事儿啊！当初有人花重金让我们劫杀新王后，可那个丫头到手却是个假的，居然受人之托，如今得有个交代啊！杀了！可那个丫头，会精灵的，杀了有点可惜啊，是吧？哎，你看着我喜欢他了，可他一个笑脸都不肯给我，还一心要杀我。你的意思是把他睡了？哎，不行，他不行。我们草原的女人可以这样，睡在一起，日子一长，不情愿也会死心塌地。可他呀，他会死给我看。大王，秦王派来使者来跟我们谈赎人的事儿。秦王真的派人来赎他？正是。走，去看看。是。秦国使者张仪、雍瑞、嬴华见过义渠王。雍公子见过，算是朋友。公子华也是如雷贯耳。你是谁啊？这位是我们大王新请的客卿张仪。没听说过。哈，义渠人热情好客，可义渠王让我们站在这里，这不是待客之道吧？好，坐，都坐吧。上奶茶。你们今日来我义渠，有何事？义渠如今大祸临头，我是特地来解义渠之危的。好大的口气啊！说说，我义渠如何大祸临头了？1年多以前，义渠内乱，您凭借着老乌的帮助夺得了王位，但似乎您的叔叔到今日还逃窜在外。去年夏天，他带着财物去咸阳求见秦王，让秦王助他夺回王位，可惜秦王没答应。那又怎样？据说去冬今春，草原大旱，牛羊饿死了不少啊。恐怕接下来，义渠部族的百姓都得遭罪啊。眼下离盛夏还有些时日，这义渠王打算如何渡过难关呢？这是我们义渠人自己的事，与你们无关。不过按理讲，义渠也算是我大秦之臣，若真有求助于大秦，我大秦绝不会置义渠于不顾。可惜呀，义渠王为了蝇头小利，竟然攻击大秦王后的车驾，实在是令秦王大为震怒。设想，倘若此时外有秦军讨伐，内有百姓灾荒，岂不是您的王叔重夺王位的最佳时机？再说，义渠王您毕竟年轻，在义渠部族里，您叔叔的威望似乎更为显赫些啊！照你这么说，你们秦人是要助我王叔与我为敌了？也无不可，反正义渠谁当大王与我秦国无关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，谁才是义渠真正的王！哼，谁是王，还是我们大秦说了算。有我在，看谁敢跟大王作对！你们劫持新王后车马，犯上作乱，没即刻兵戎相见，也是你们大幸。好啊，吃奶的小娃子，来讨伐爷爷试试，试试又如何？公子稍安勿躁，
虎威将军火气也太大了点。来，喝杯奶茶。一群人的东西口味太重，我喝不过。你放肆！我倒想尝尝。秦国眼下与赵国、魏国、韩国都不和睦，哪有心思来管我义渠啊？哼！如若不然，今日来的就不是你们几个人了，而是前来讨伐的大军了。说得好。是他告诉您的。老吴精明啊，难怪来之前就听说义渠实际上是老吴做主。张仪失礼了，哎呀，失礼了，老吴，失礼了。老吴视我如子，我视老吴如父，你这种挑拨没用。说吧，你们准备出多少钱来赎那个女人？义渠王是直来直去之人，张仪也就实不相瞒了。我们此行并非大王授意，乃是我新王后疼爱自己的妹妹，特派在下为特使，带上珠宝来赎回楚国的公主。月公主，打死你个偷羊小贼！打死你！让你再来偷羊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什么声音？让你偷！听说是抓住偷羊的小贼了。那个小贼可狡猾了，我们以前这边常丢羊，还以为是被狼叼走了呢，没想到却是个小贼偷的，还是个被狼养大的小贼，带着狼群一块儿来偷的。让你再偷！带我去看看。让你再偷羊！让你偷！他是偷羊贼。哦，哎！你个小狼崽子，你撒开！你给我撒开！小狼崽子，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！住手！你们也太毒了！这么小的孩子，你们居然下狠手！怪这草原上贼人太多，你看看他，这么点大的孩子，比狼崽子还凶。贵人说的是，这小狼崽子一直在偷我们这边的羊。今年草荒，我们本来生的牛羊就不多了，他不仅偷，还带着狼群来咬伤我们的人。他才这么小，倘若做贼，那也是被逼的。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他不懂人语。不怕，你别怕。我把这只簪子给你们，把它交给我吧。月公主这个簪子能抵过你们10倍的损失呢，还不赶快收下？多谢贵人，多谢贵人。哎，大伙都散了吧，快散了吧。你就是楚国的公主，王后的陪嫁。你是谁？在下秦国公子嬴华。原来是公子华。芈月有失恭敬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别怪子华多嘴。公主人兽不分，烂做好人了。公子睁眼看看清楚，这孩子到底是人还是兽？只怕是公子人兽不分吧。把他带到我帐篷里去。是。
这里有热汤，还有烤饼。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喝口汤吧。月公主，你们秦国的人来了，要带你回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别怕，他不会伤害你的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姐姐，你可以叫我姐姐。听说你救了个小狼崽儿，你还真挺像小狼的。你干嘛呀？你吓着他了。你怎么看上他了？他跟我弟弟一样大，我弟弟若是无人照顾，可能也会像他一样。你干嘛？哎，你放下他！放开他！你轻点儿。他说什么呀？他说啊，他很聪明，通晓人的习性，应该是跟人一起长大的，只是这2年才混入狼群当中，跟狼一起生活。只要把他送回人群当中继续教养，他应该可以跟其他孩子一样。少司命保佑，可怜这孩子。既然你这么喜欢他，给他起个名字吧。你说你怎么这么小就有白头发，简直像小狼一样。我叫你小狼好不好？还想杀我？杀人是要靠机缘的。如果你还想杀我，就得祈祷长生天，让你我还能有机会再见面。既然已经做了一次好人，那不妨好人做到底，让小狼弟弟跟我走。这孩子是我们一区的人，哼，他的事我做主。你想用小狼来要挟我？趁我还没改变主意，明日你们赶紧走人。虽然我们一群人不会轻易为一个小女子让步，但是买卖做完了，有后悔的事情是有的。想不到玉渠王是个用心很真的人。他说这些日子你在玉渠骑的都是这匹黑马，所以让你把马带走。义渠王送公主骏马，他是用心良苦啊。马就是一匹马，听了公子这话，倒是让人觉得别有用心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月公主，请上车。走吧。
把你抛下来。他说她是你姐姐，我把你留下来，竟然连眼泪都不掉。他在咸阳还有个弟弟，你只是一只狼，又不会说话，估计他见到他那个弟弟，很快就会把你忘了。公主可是草原上最漂亮的女人了。你看这东路，长得可有几分像谁？像谁呀？眉眼，眉眼，眉眼，这眉眼不知道。笨蛋呐，像不像那个楚国公主？大王，你还想那丫头呢？哎呀，我知道，她早就成了秦王的宠妃了。哎，秦王眼光不错。哎，大王，忘了那个丫头吧，她不会回来了。就连当年偷羊那小狼，都成长为草原上最勇猛的汉子了。他在哪儿呢？让他来跟我喝杯酒。我就摔跤呢。可以啊，有两下。那些人是干嘛的？啊，他们是魏国来的，给大王贺喜的。哦，还给您准备了礼品呢。拽他！好样的！干！啊，虎威将军真是好酒量啊！哎，好说。义渠人果然都是英雄好汉呐，难怪秦王嬴驷提起你们也要聚3分。这几年我们与秦国相安无事，难道你们魏国希望我们与秦国为敌吗？大王不必担心，我们来义渠就是给大王贺喜的。至于是否联手，那是大王自己的事情。是，你是在跟我打哑谜啊？在下刚才已经把贺喜的礼单呈给大王了，只是有一样重要的礼物还没有写上去。哦，竟有此事？我想大王已经听说了，近日来诸国纷纷调兵遣将，不日将兵临函谷关，大战一触即发。中原无战事，秦兵就像饿狼一样盯着义渠，所以大王当然想与秦国相安无事。可一旦中原战事爆发，秦兵那头饿狼哪还顾得上你们呢？好猎人遇到这种便宜，怎么能不捡呢？义渠与函谷关千里之遥，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该捡便宜的时候？这个简便，大王只需耐心等候，等秦国派人来带着礼物，要与大王交好的时候，就是那头饿狼顾头不顾尾的时候了。大王，秦国来人了，说是给大王贺喜的。怎么样，被在下言中了吧？
何人？国相张仪，秦王的长子嬴华。想不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，这次绝不能放过他。张仪，他出使的是我义渠国，不是你魏国。今日是本王大婚的日子，来的都是跟本王道喜的，我要以礼相待。如果谁敢动粗的话，别怪我对他不客气。好。去，请秦国的客人进来。是。秦国张仪、嬴华见过义渠王。免礼。这几位是？啊，那是魏国的使者来给大王道喜的。一路之上，喜鹊登之，霞飞满天，大王大喜啊！秦王特派我等备厚礼前来道贺。张国相和公子华千里迢迢来到我义渠，不管送什么，我义渠人都领情。父王命我们送来锦缎1000匹，美女100人，粮食200车，另有金银珠宝首饰等物。这是礼单，请收下。不知义渠王觉得这份礼够不够分量？果然是大礼啊！虽说是大礼，在下以为以锦缎之华贵，美女之妩媚，粮食之充足，珠宝之珍贵，为义渠王受之无愧。而我大秦言行不二，表里如一，送礼者与收礼人大和呀！黄鼠狼给鸡拜年。谁是黄鼠狼啊？谁又是鸡呢？好端端便张口辱主骂客，啊，如此粗俗无礼，笨嘴拙舌，上天不会因为这个把你变成正人君子的。大王，您这营帐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小人啊？你放肆！今日在这帐篷里都是我义渠的客人，没有什么大人小人。张国相，这次你们秦王为何如此大方啊？大秦与义渠休戚相关，俗话说得好，行须好办，住要好邻。秦王期望义渠能与大秦永结同心。是，我们算是不打不成交。除了当年因为新王后的迎亲车队与大秦有些过节，可这几年我们相安无事啊，是吧？哦，对了，你们王后那个妹妹叫……哦，芈月。芈月如今怎么样啊？回大王，芈月公主已为8子，在宫中深得秦王的厚爱。在下这次离开咸阳时，她特意嘱咐我带话给大王，拜谢大王这些年来善待她的义弟小郎。你们秦王果然是擅长调教女人啊！连那个泼辣丫头，如今也变得懂礼了。哼，芈8子还拜谢大王，在义渠之时，大王对她护爱有加，临别时还赠了一匹骏马。靠女人拉关系，这算什么本事？又来了，大秦与义渠乃道义之交，说了你也不懂。草原辽阔，天空中偶有雄鹰翱翔，但也会有顽劣之鸟飞过。张仪听说这几日草原上来了些奸诈小人，搬弄是非，妄图离间义渠与大秦之间的兄弟情分。对待这样的人，大王，您得多提防啊！哼，张仪，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竟敢在义渠王面前摇唇鼓舌！你可知道，公孙先生已经手握5国相印，调兵遣将，易如反掌，灭你大秦如囊中取物。只要先生跺跺脚，你张仪的荣华富贵就会灰飞烟灭，秦王的江山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。是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怎么不让公孙衍在家里跺跺脚就完了？你跑这么远来干嘛？我张仪不用费一兵一卒，就能轻易化解他公孙衍的合纵之计谋。公孙衍还真将这5国相印视为珍宝，把你们当叫花子打发到各处去乞讨，不敌我张仪的一根舌头。劝他知难而退吧，
早早的投降大秦，免得在诸国面前自取其辱。张仪，你这老奸巨猾、形如虎鼠的家伙，今日你的死期到了，还不给我拿下！快，拿下！住手！这里是我义渠，谁敢动手，换个地方。张仪，你作恶多端，你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回去告诉公孙先生，不要不自量力了。已经是丧家之犬，还到处乱窜乱咬，夸夸其谈。记住，不管是初一还是15，他都不是我张仪的对手。哼哼，有你张仪哭告无门的一日，咱们走着瞧。义渠王，告辞，告辞。老吴，秦国的使者张仪，跟魏国的使臣，他们都来了，还给咱们带来了不少礼物。你算算，我们应该如何应答？就不喜欢他们那个秦王嬴驷，一大把年纪还抢了我的女人。对，哎，大王，你不是刚娶了那个东陆公主吗？闭嘴！你知道我想娶的女人是谁？对。嘿嘿。老吴，还有一事，你得帮我算算。既然5国决定联手对付秦国，那我义渠从旁侧影，如果能够获胜，能不能一举拿下咸阳？算了，逮不着黄羊，兔子也是肉。臣魏冉拜见大王。免礼。谢大王。这就是义渠老营吗？是。他们有多少人马？不足万人。眼下义渠苟延残喘。司马将军、魏将军，你们以为下一步战局如何？义渠人向来狼戾不仁，这几个月咱们打了几场大仗，俘获了不少义渠人马，也算是给了他们一个教训。现如今，义渠王和他的部下就被围困在这山谷里。前几日还派人传出信来，说愿意归降秦国，让咱们尽快派人前去商谈。不过困兽犹斗啊，有探马报告说，山谷里兵马调动频繁，只怕义渠人是打算假归降，而趁商谈之际拼死突围。兵以诈立，义渠人天生桀骜不驯。寡人要当心他们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密八字，大王，丫头啊，可见过了你弟弟魏冉啊？他在军中军务繁重，哪里顾得上？寡人见过他了，年轻有为，
英武不凡。等收复了义渠，你们姐弟俩就可以好好相聚一下。谢大王。这是干嘛？大王别动，给你戴顶花冠。好看。如何好看？以你嫣红，老伯戴上花冠，比戴王冕好看。后宫女子也就是你，以为花冠比王冕好看？他们是太看重那顶王冕，而不在意是否好看。又说傻话了。老伯嫌弃月儿，傻有傻的好处，有何好处？赤子之心，纯一不杂。谢老伯夸奖。这些日子，老伯鞍马织劳辛苦了，要不要跟月儿去外面散散心？草原是郁郁葱葱，美不胜收呢。寡人打算明日派人跟司马将军一同前往义渠营地，商议接纳义渠王归降之事。一来，谈谈他们的虚实；二来，也要他们知道秦军这边以逸待劳，严阵以待，免得他们仍存侥幸之心。这个人最好跟义渠有点交情。若是张子或者雍大人能在就好了。张仪出使列国未归，临行前雍瑞有病了。司马将军过于耿直，遇事不善转还。那老伯觉得月儿如何？你不说，寡人正想问你。那义渠王听说你跟寡人来了，竟派人来说要见你。他知道我一定会去找他的，因为义渠大营里有芈月的兄弟，就是那个被狼养大的孩子。是啊，所以还是由我陪司马将军前去，只当是探访故人。即使他们有所算计，也不会特别提防一女子。好吧。司马错拜见义渠王。义渠王，别来无恙。月公主，听说义渠王打算率部归降，八子特来探望故人。大王，大王，月公主，身为秦王的宠妃，亲自来到我义渠大营，是我等的荣幸。请。大王听说义渠王迷途知返，有归降称臣之心，十分欣慰。义渠与秦国本为友邦，早有盟约，朝贡于秦。只是义渠王受公孙衍挑唆，反复背叛。这次还需你等拿出诚意，真心相见，才可化干戈为玉帛。我义渠人向来都是先谈交情，后谈交易，酒过三巡才知道是不是朋友。上酒。慢。按大秦的规矩，该是先谈交易，再谈交情。既然这样，咱们什么都别谈了。义渠王不要对司马将军恼怒，他不知义渠人的情分深浅，都在这酒水里。芈月愿意客随主便，我先来敬义渠王一碗，望义渠王能推诚相待，口能对心。月公主早年在我义渠做过客，也该知道我义渠的习俗。来。司马将军，既然如此，在下也敬义渠王一碗。干！干！这些年，我一直牵挂留在义渠的亲人，不知小郎弟弟可安好？还小郎呢，
那小子如今都已经是头狼了。义渠王古道热肠，能否方便时恩准芈月与弟弟一见？好，没问题。司马将军，来，再干！干！司马将军，你也是初到义渠，我虎为敬你一碗。多谢。干！月公主，你我是故人，我敬你。义渠王说是要归降大秦，可我刚才进来前，看到义渠兵马枕戈待旦，戒备森严，毫无懈怠，这不像是要休战的景象。我们义渠人的命是自己的，这睡觉也得睁一只眼。这是你的老营，是你们义渠的地盘，你若不想归降，秦军谁又能围得住你们？可见我义渠人归降之心绝无虚假。明明是待价而沽，却说自己诚心实意。你那义渠草原大半都到了秦国手中，你就算逃出这山谷，又能有何作为？如此说来，我义渠只能向秦国称臣了。不过，我既已称臣，秦王必须以礼相待，从此两下相安无事。可秦王要的，并非是义渠名义上称臣，而是真正的归降。义渠王去王号，改称义渠君，也就一字之差。义渠治理也都要推行秦法。什么？义渠是我的义渠，为何要推行秦法？既然义渠王对秦王称臣，那义渠就该是大秦的国土，推行秦法也理所应当啊。你要是这么说，归降之事不谈也罢。义渠王糊涂，你想想，自从大秦推行新法，国强民富，天下无敌，立威诸侯。既然秦法对治国治民有好处，你为何不先试一试再说不呢？义渠人有义渠人的活法，为何要向别人学？你那活法若好，就不会被秦军铁桶般围在这山谷里。你们归降已经是城下之盟，但秦王仁义，他已经答应将占领的义渠土地全部交还于你，并由你来管辖推行秦法。从此大秦就是义渠的后盾，遇上天灾，大秦就是义渠的粮仓；遇上敌手，大秦就是义渠的帮手。这有何不好？义渠王是聪明人，秦王愿意从此与义渠化干戈为玉帛。秦国强大，义渠也强大；秦国富足，义渠也富足。义渠众生的福祸，只在大王的一念之间。义渠王，我何时能见我弟弟？本王改主意了，我看你们姐弟还是先别见了。啊，义渠王这是何意？等我们这桩买卖真正谈妥之后，你们姐弟再见也不迟。大王，谢大王。谈判的人已经回来了，义渠人接受了全部归降条件。好，义渠人这次总算学乖了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可以举杯庆贺了。是。魏将军，你姐姐很好，有空去看她一下吧。谢大王。让我们一起敬秦王！敬秦王！敬秦王！干！干！来，我们大家再敬秦王一个！敬秦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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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草原上的酒果然不一般，寡人喜欢。芈月公主，这草原上的酒，秦王说了很不一般，难道你不想尝一口？芈月敬义渠王。请。芈月公主，你果然是女中豪杰啊！秦王，刚才你说这草原上的酒很不一般，其实啊，我这草原上的女人也很不一般，不知秦王你是否喜欢啊？女子似酒，又不是酒，要看个人的口味。寡人就喜欢芈月这种口味。不知义渠君的草原上有没有同样的女子？世上谁人能有像秦王一样的好福气？好，为好福气，干杯！干！魏冉将军好酒呀，干！大王恕罪，芈月约了魏冉弟弟相见，去就来。去吧。为了大秦和义渠的盟约，义渠君来，我们再干一杯。好，请。姐姐，来，快起来。姐姐，这几年东征西讨，也没什么时间跟姐姐相处。皮将军，近来可好？啊，姐姐还拿我打趣。姐姐这是高兴。我已经有一大块封地了，所以以后不管姐姐有何事，小冉都能为姐姐遮风挡雨了。小冉长大了，也懂事了。嘘！什么人？出来！怎么了？站住！姐姐，你是？姐姐，你是小狼？你还记得我？你真的是小狼？你都长这么大了，你干什么？姐姐，他是谁？他是小狼，是我弟弟。弟弟？姐姐，我不喜欢他。好了，来，你们都是我的好弟弟，我们找地方说说话。姐姐，以前可从来没听你说过，你还有这么个弟弟。他是小狼，是我在义渠时认养的弟弟。哦，那也就是说，他并不真的是你的弟弟。你才不是弟弟！多个弟弟有多好，小冉也多个兄弟。我当时以为可能会死在义渠。小冉，我想你，像奎姑，像荣帝。小狼的年纪比你还小，他也是孤苦无依。看到了他，我就像看到了你们似的。离开义渠时，我自身难保。小狼
是和狼一起生活过的孩子，也姓魏训，刚刚开始学画。义渠人不肯让我带上他。后来我也曾请求大王派人去义渠接他回秦国，义渠人又不肯把他还我。真没想到我们能够在这儿团聚，这义渠王还算是讲信用的。是义渠君。义渠王，义渠君，义渠王，你好了好了，别争了。小狼，你这么维护义渠王，看来他待你不错。是不错，瘦的皮包骨，看来是没吃过饱饭吧？你倒是肥头大耳的，真是长得肥的狼，是吃不到肉的。狼，小狼，笑死我！就你这种皮包骨的狼，我赤手空拳打你3个！来呀，来呀，来！哎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来啊！别打了，住手！别打了！你们2个，别管他们。男人的交情都是靠打出来的。义渠王，月公主，从今日起，在下已经去除王后，以后请称我义渠君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也早不是什么楚国公主，而是秦王的王妃。你该叫我八字。我偏喜欢叫你公主。就你这脾气，我真没想到，你也会对谁俯首称臣。此一时彼一时，更何况做你的臣子，我心甘情愿。义渠君，那我说笑了。昨日见到你，我才知道，当初为了那点粮食放你回去，我真是够蠢的。听说义渠君娶了东陆公主，恭喜了。你别假惺惺的好吗？你知道我想娶的女人是谁？来，小狼身手不错，看来义渠君的确很照顾他。我要对你说声谢谢。我也没白照顾他。这些年，小狼替我打了不少胜仗，他是个勇士，是个有用之才。可他看上去这么瘦弱。哎，你别看他瘦弱了，他吃的比谁都多，打起仗来比谁都狠。他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胖。我问过老吴原因，老吴反问我：“狼就是狼，你见过肥胖的狼吗？”老吴风趣得很。也许当初是在狼群里生活过的原因吧，我看他这辈子都胖不起来。但是啊，你别看他瘦弱，他的力气可比谁都大，多少个大汉都打不过他。哎，你看，好了，别打了，自家人使使身手就罢了。小冉，听姐姐话。没听见公主说的话吧？回来。小冉，当初亏得没让你跟公主回咸阳，要不然以你这狼脾气，不知道要惹出多少祸来。既然我们姐弟3人受义渠君之恩惠，有幸团聚，那义渠君能否好人做到底，叫小狼还我？公主啊，你知道我的为人，我从不做好人。小狼大了，腿在他身上，你留不住他。是吗？哼，小子，你不会真的是这么想的吧？狼就是狼，
怎么养也养不熟。行，算是个人情吧。以后你想起来，还能念我个好。小狼，可以和姐姐哥哥回家了。谁是哥哥？他打不够，再来啊！小冉比你大，该是你哥哥。他从小没叫过任何人哥哥，他得慢慢学。真是只狼。小冉，你是哥哥，要有度量。哎，姐姐，也给他起个名字吧，别小狼小狼的叫着。倘若将来有一日，他跟我在军中立了军功，也得有名有姓，有个出处。小冉说的有道理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初在狼群里找到他的时候，他身上挂了个铜牌，上面铸了一个白字，莫不是他的姓氏？白，姓白。对了，你姓里的确有一分支姓白。小狼，你真是注定要做我弟弟。姐姐说姓白好，就是好。白，叫白起，怎么样？我有名字了，我叫白起了，我叫白起了。这次收服了一群人，你立了大功，要寡人怎么赏你？那就让老伯背一背芈月。小丫头，讨赏讨得无法无天。老伯不肯赏就算了。哎，好吧。哎，小丫头，那义渠君看你的神情有点古怪啊。如何古怪？像狼捡到了肉。即使是狼，他也要忌讳大王手中的利剑。你找到你那义渠的弟弟了吗？是，臣妾还给他取了个名字，叫白起。好，那你打算怎么安置他？臣妾想让他跟着魏冉从军。好，血性男儿，罪我沙场。寡人喜见你的弟弟们都成为大秦的社稷之妻。多谢老伯。大王，没事。大王，你发烧了。大王有恶寒，舌边尖红，苔腻，脉象浮缓，身上有暗红的肿块，看来大王是被毒虫咬了。何种毒虫？应该是草原上特有的恙虫。我这就给大王开药，只要悉心调养几日，慢慢会好起来的。大王，咸阳来人急报，说齐国出兵攻打燕国，杀死了燕王哙，又将此之剁为肉酱，并与中山国相联手瓜分燕国，燕国大乱了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马上派人联络赵国、秦赵两国一起出兵，送孟宁和他儿子入燕。是。马上备驾，寡人即刻回宫。是。大王，你还病着呢。被小虫咬两口算什么？不疼不痒，还不如蚊蝇厉害。大王不可小觑那恙虫，若不及时诊治，后患无穷啊！你是寡人的太医令，跟寡人一同上路，寡人由你任意调理，可以高枕无忧了吧？大王，事急从权，
寡人和司马错将军先走一步，这里的未尽之事就交给你了。大王，这样一来，是不是大公主梦莹很快就要走了？对，这也是她的机会。我在草原打搅义渠军多日，从今往后，望义渠和大秦成为真正的一家兄弟。既然是一家，你们秦王刚走几日，你就急着要走？即便是一家兄弟，也不可总住着不走啊！你把我义渠最好的勇士都拐走了，我做的尽是赔本买卖。你看，说着说着又生分了。姐姐，大王令我们率军直插燕国，与姐姐不同路，就此别过，请姐姐一路珍重。小冉放心，我把白起交给你了，你要好好待他。姐姐放心。白起，跟着魏冉哥哥，腥风血雨，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姐姐，你在咸阳等我。大王，趁热喝了吧。太医令说，大王在草原被毒虫咬了，一直没有好好的调养诊治，老这么拖着，就给耽误了。太医若不常说些吓人的话，又怎能从寡人这儿拿到俸禄？拜见大王。芈月回来了。听说大王亲自将大公主送出咸阳百里之外，刚刚回宫。寡人并非多情善感之人，但是这次梦莹要走，心里突然有些忐忑，所以多送了些路程。大王的病一直未痊愈，该多注意身子。大王，把药喝了吧。怎么连你也来啰嗦寡人了？多谢大王。夫人，听说太医院又派人去成明殿了。唉，自从2年前大王去了那义渠草原，被毒虫咬了，这身子就一直没有调养过来。一到春秋换季，就犯咳疾。朝堂上好像又有人在议论立储的事情。论才华，论军功，公子当中无人能与华儿比肩。朝堂上和旧族里也有不少人看好他。所以说，一旦大王立太子，公子华定是不二人选。这么多年了，
也该尘埃落定了。王后，拜见王后。甘大夫免礼，赐座。是。谢王后。这2年，荡儿在甘大夫的悉心调教下，学业大有长进，这都是甘大夫的功劳。王后过奖，公子天生是运筹帷幄的战将奇才，将来必定能够成就秦国的雄图霸业。论感恩，该是微臣拜谢王后。甘茂在外闯荡多年，无法在双亲面前尽孝。昨日收到家书，说留在楚国的老母亲多次得到楚国王宫里的照应。甘茂肝脑涂地，无以回报。甘大夫太见外了，快请起。我们都是楚国人，自己人关照自己人，那是应当的。前不久，大王还向我问起荡儿的功课，我说荡儿十分用心，在甘大夫和初离子的调教下，已经读过《大夫仲》2篇，李子10篇，楚兵法7篇，正要研读魏公子21篇。看大王的意思，像是要考一考荡儿。既然如此，我等该早做准备。大王一向重视公子，否则怎么会这么关心公子的功课？这看重是一回事，立储又是另一回事。大王不也一直看重公子华，也曾打算立他为储君吗？那时大王没有嫡子，先王后与魏夫人有关系特殊，那都是旧话了。眼下大王有了公子荡这个真正的嫡子，公子华怎么可能与公子荡相提并论呢？更何况微臣也向初离子提起过公子荡，初离子也曾在微臣面前狠狠地夸了公子一番，说公子龙居凤雏，天生王者。想来想去，这事还是要由初离子出面才好。尽管秦国有兄终弟及的旧例，但我看他对王位并没有觊觎之心。如今他既是左相，又是大奉常，应当由他帮我去向大王陈情。王后，在臣心目中，公子是太子的不二人选。只要朝廷商议此事，微臣定会鼎力支持公子。那就有劳甘大夫了。大王，初离子来了。臣拜见大王。看你的神情，有何紧急军务？并无急事，业务军务。可你眉头紧蹙，难道是有什么其他心思？臣思量了几日，以为这要说的事情的确要紧。坐。大王，我们此时所处之地，乃周王旧时公社。因周幽王宠爱褒姒，乱了嫡庶，以至于太子平出奔申国，人心不服。犬戎攻破西京，平往东迁，将犬戎占据的旧都抛给了我秦国的先王。先人们浴血沙场，无数白骨，方才有了今日大秦之强盛。但纵观列国，许多盛极一时的强国，都是因为储位不稳而引起内乱，强国衰落，甚至灭亡。你说了这么多，到底想说什么？是为什么人游说吧？非也，我是左相，有身为宗伯，主管宗室事务，当为大王谏言。欲见何言？大王，王后有嫡子，大王却迟迟不立太子，这是为什么？你还记得商君吗？
你还记得我因与商君意见相左，差点失去了太子之位吗？而祖父献公年幼时就被立为太子，又遇上了什么事？大王，我若不是早早被立为太子，就不会被身边的人推出来，作为商君变法之政的对头，逼得父王在储君和重臣之间做选择。若祖父献公不是早早被立为太子，也不至于被逼流亡异国，整整29年。臣弟惭愧。太子之位从来都是别人的靶子，大征之事，家国存亡就在寸缕举措之间，无论内外，搏杀残酷。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。太子之位太早确立，就等于在国中又立一主，容易让心怀意念者聚集到另一面旗帜之下。臣弟明白了。大王迟迟不立太子，就是不想让心怀意念者有机可乘。当儿是寡人嫡长子，天生永无果敢。秦国历代选择储君，都以勇敢果决为首要。楚离子，你是否觉得他更合适？或许将来有一日，能为我大秦征战沙场，以武扬威。臣惶恐。大王英明，公子当好武，力大无比。若再过几年，如有机会随臣征战沙场，定能成就大王心愿。看来王后请你教导当儿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大王明察秋毫。那你如何看华儿呢？按说公子华是大王的长子，好学上进，又多有军功，是个可塑之才。只是他的生母和其魏国背景，恐怕对他有所拖累。华儿才华出众，在诸公子中颇具威望。寡人只想对自己的每个孩儿都能做到公平。都说大王宠幸芈月，所以也难免爱屋及乌啊。继儿率真可爱，冰雪聪明。寡人政务繁忙之余，逗弄小儿郎，削发舒心。臣弟以为，那公子季既然是幼子，不必肩负国家重任，大王格外溺爱些也无妨。想来芈八子便是大王的解语花吧？芈月的确是解语花，但她也不仅仅是解语花。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是怕寡人专宠妇人而乱了朝纲吗？臣弟追随大王多年，岂有不知大王为人的？我们都走这儿。想出来。嘿，把香烟拿过来，给我看看，快跑！公子，别跑，站住！公子站住！别跑！怎么办？再跑打死你们！站住！小心呐，公子！别跑！还要跑！小心点，公子！再跑打死你们！别跑！慢点跑！别跑！弟，快跑！打死你们！弟，快跑！别跑！快点，公子！慢点呀，公子！我看，看，弟，快点！你们快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以强凌弱，非君子。滚开！
我是谁？我是你哥哥，你欺负弟弟，我替父王管教管教你。公子没事吧？滚开！你敢打我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欺负弟弟，就仗着身材比他们高，力气比他们大。遇到身材比你高、力气比你大的人，你只会说：“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你是谁呀？我是。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把你打趴下，叫你跪着向我求饶。好，这句话倒像个好汉。那我就等你长大，练好本事，来找我打架。公子，姐，滚开！给我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公子，快跟上啊！公子。夫人知道公子要回来，早早就熬好了桃花粥等着公子了。春吃鲜花，夏吃果，秋食野菌，冬喝汤。你在军中辛苦了，春天喝点桃花粥是最活血养颜的。母亲为孩儿太操心了。华儿，母亲听说刚才你在园子里打了公子当。哦，他以大欺小，应给他点教训。何必管那闲事儿？得罪了王后啊！啊，既然已经得罪了，就得罪了吧。反正芈月眼下才是大王面前的红人。母亲，华儿只是看着不公才出手的，并非想讨好任何人。华儿向来最懂事儿了。快，趁热喝了吧。哟，妹妹。魏夫人，公子华，妹妹也逛园子呢。哎呦，真是凑巧了。昨日华儿还跟我提起你们公子季，说小小年纪正气凛然，令人刮目呢。魏夫人过奖了。公子华打抱不平，仗义直言，本该受芈月一拜。八字严重，说不上什么仗义直言，只是看不惯仗势欺人，以大欺小罢了。华儿自小就这样，所以在兄弟当中威望最高。继儿当以公子华为楷模。